想象一下這個畫面哦，50年代的越南，當時的法國軍隊擁有那個當時最頂尖的武器，還有最精英的指揮官，整個就是滿滿的優越感。結果呢，他們居然因為無視了一個堪稱小學生等級的常識，整支軍隊在一個山谷裡面被全軍覆沒，然後最高指揮官甚至崩潰自殺。你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一個遙遠的歷史故事吧？但不對哦，這背後隱藏的致命錯誤，其實你今天早上在辦公室裡面可能才剛剛反過。沒錯，我們今天這場深度解析呢，為你匯集了知名論壇 Reddit，特別是他們那個軍事版上的一場激烈辯論，還有歷史學家胡川安的權衡讀後心得，再加上好幾份現代商業戰略的深度分析。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為你解碼一本常常被現代人誤解為廢話大全的2000年奇書，也就是《孫子兵法》。等一下，《孫子兵法》網絡上不是很多人都在酸這本書嗎？就是說它裡面講的什麼知己知彼啊，或者避開強大的敵人，這些根本就是阿公等級的常識啊。把這種東西當作現代人的生存指南，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你們說真的，我每天在公司累得像條狗，加班加到半夜，結果升職加薪的永遠都是那些看起來都在混，只會出一張嘴的同事。這本書真的能幫我解決這種爛事嗎？哇，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場探索最有趣的地方了。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兵法講的只是常識嘛，但是古今中外無數絕頂聰明的將領，甚至是你現在看到那些現代企業的 CEO， 偏偏就是都會在這些所謂的常識上面栽跟頭。我們今天不是要來上無聊的歷史課哦，而是要為你萃取出這本書裡面最違反直覺的3大破局觀念，教你怎麼在現代職場還有這個人生的亂世裡面掌握真正的贏的邏輯。好，那你這樣講，我立刻就有一個痛點。既然你說它是一個贏的邏輯，那我明明每天都很認真照着規矩走啊，我天天研究怎麼在會議上刷存在感，怎麼把那個簡報做得很精美，甚至我還去學了一堆職場厚黑學，想辦法去對付那些雷隊友。那為什麼我還是贏不了那些看起來根本沒在做事的人？因為你太急着做这招了，你太想證明自己了啦。如果我們翻開《孫子兵法》，它的第一篇叫做計篇。其實很多人會望文生義，以為這個計是那個奇謀巧計的計，是教你怎麼耍小聰明，怎麼去搞辦公室政治。對啊，36計嘛，不是嗎？完全錯誤。其實這裡的計指的是計算與累積實力。孫子他有一個非常核心的觀念，叫做先位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說，先讓自己變得不會被打敗，然後等敵人自己露出破绽。這聽起來超級被動的耶。對，聽起來很被動，但其實執行起來是地獄級的難度哦。我們來看看 Reddit 的軍事版上那些外國網友的史實辯論。很多批評者說知己知彼是廢話，但歷史證明大家根本做不到。比如說戰國時代那個長平之戰，趙國的將領趙括，紙上談兵那個，沒錯，他就像是那種只會在會議室裡面畫精美大餅，卻從來沒有下過基層的空降主管。他完全不去評估自己的後勤補給能耐，就憑着一股熱血，還有那種滿滿的自信，直接帶兵衝鋒。結果呢，40萬大軍就這樣慘遭坑殺。哇，40萬人就這樣沒了，這代價也太大了吧？不過，那是古代啊，現代戰爭總該有什麼科學數據啦、衛星情報輔助了吧？應該不會再犯這種低級錯誤了吧？這就要回到我們剛剛開頭提到的法國軍隊了。這是在越南發生的奠邊府戰役，這可以說是現代軍史上的經典反面教材。當時法國的將領完全被自己的傲慢蒙蔽了雙眼，他們嚴重低估了越盟部隊在叢林裡面搬運火炮的能力。法國指揮官自己認定對方根本不可能把85毫米以上的重武器拖上那種陡峭的山地。所以越軍到底是怎麼弄上去的？總不可能真的用手扛吧？真的就是用手扛。越盟軍隊把那些重型火炮全部拆解開來，然後靠着人力還有腳踏車，在那個泥濘的叢林裡面一步一步拖上山，最後在山頂重新組裝。
而且更荒謬的是，法國人選了一個最糟糕的防守點。他們選在哪裡？他們把軍隊駐紮在一個谷底，這完全違背了兵法裡面佔據高地的基本常識啊！結果可想而知，越軍的火炮在四周的山頭上一字排開，直接居高臨下瘋狂轟炸，法軍的補給線被徹底切斷，最後只能投降。你看看，這就是沒有做到知己知彼，以為自己無敵，結果滿盤皆輸。真的耶，這完全證明了知道跟做到根本是兩回事哦。但是，我們回到日常生活嘛，我們現在又不再打仗。如果我今天在公司遇到爛事，比方說有人故意甩鍋給我，難道我不能直接當場反擊嗎？我要怎麼把這個先勝而後戰應用在我的職場上啊？關於這個，歷史上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案例，完美解釋了這個機制的運作。近代的時候，大書法家王羲之有一次奉命去災區發放救濟糧，結果呢，有一堆貪官污吏就派了自己的手下穿上那種破破爛爛的衣服，假扮成災民，想要把這些救命的糧食騙走。我靠，這太機車了吧！如果是我，我一定當場氣炸，我絕對直接把那些假災民抓起來，然後寫信回朝廷彈劾那些貪官，這才是正義吧？如果你真的這麼做，我保證你在官場上大概活不過3天。為什麼？你以為你在伸張正義，但其實，在你實力還不夠強大的時候，去衝撞整個貪腐集團，你只會被暗箭射死。王羲之就非常聰明，他沒有憑着一腔熱血直接開罵，他選擇了另一條路。他怎麼做？他總不能眼睜睜看着糧食被那些貪官搶走吧？他利用了人性的機制。王羲之不動聲色，直接下令在所有要發放的賑災白米裡面摻入大量的沙子跟碎石。等一下，在米裡面摻沙子，這不是連真正的災民都一起坑了嗎？嘿，这就是他最高明的地方啦！你想想哦，那些貪官的手下平時大魚大肉吃習慣了，他們根本咽不下這種摻的沙子，咬下去會破皮流血的爛粥嘛。所以這群假災民很快就罵罵咧咧的自己退散了。哦，原來如此。對啊，但是對於那些真正餓到快要死掉的災民來說，別說是沙子了，連樹皮他們都吃得下去。所以最後糧食非常精準地落到了真正需要的人手裡，而王羲之也完全沒有跟那個貪官集團正面起衝突。這就是先為不可勝。他先保證自己的任務能夠順利完成，而且絕對不給政敵留下任何可以攻取他的把柄。哇塞，我完全懂了。所以這其實就像是在玩那個角色扮演遊戲嘛。我身為一個剛入職的新手，我絕對不要急着用我那個等級1的初級裝備去跟公司裡面的大魔王或是老油條決鬥，然後心裡還妄想就可以靠什麼神操作越級打怪。我應該做的是，先乖乖歸在新手村裡面，低調的把我的專業技能點到100分，把手上的案子做得無懈可擊。然後等到我出村去面試新工作，或者跟老闆談加薪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找不到缺點的滿等賬號了，直接一刀秒殺對手。這個比喻太精準了，這正是孫子在書裡說的“勝於易勝者也”。你看那些真正的高手，他贏的時候看起來根本毫不費力，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奇招。為什麼？因為他在開打之前就已經透過默默累積實力，把這場仗變成了一場必然會贏的仗。可是專家，你這聽起來真的很理想啦，但在現實中立刻就有一個超大的困境哎。你在遊戲裡面確實可以無限制的打史萊姆，慢慢刷怪升級，但在現實職場中，我的時間和精力根本就不夠用啊！我想要補足簡報技巧，又要練好英文，然後還要懂數據分析。我每天真的累得半死，根本沒辦法把所有的技能都練到100分。如果我時間不夠，我要怎麼先勝而後戰？你提的這個痛點非常真實，而這也正是為什麼孫子兵法在計篇之後，緊接着給出了第2個破局的觀念，也就是虛實篇。其實孫子這個人非常務實。他2000年前就已經知道資源是有限的，如果你哪裡都想防守，結果就是哪裡都很虛弱；如果你什麼都想學，結果就是什麼都不精通。對啊，那我該怎麼辦？我就直接承認我是個廢材，然後放棄治療嗎？
當然不是啊，你要學會錯位競爭，也就是孫子說的避實擊虛。你必須把有限的資源極度集中起來，隱藏你的重點，用你的全部實力，也就是你的實，去撞擊對方的空檔，也就是虛。歷史上最經典的機智展示就是那個田忌戰馬的故事。哦，這個我有聽過，國小課本好像有教。對，當時謀士孫臏看到田忌每次跟齊王賽馬都輸，因為齊王的馬匹整體素質就是比較好嘛。如果照常規那種1對1硬碰硬的邏輯，田忌絕對必敗無疑。對啊，你硬體設備就不如人家，這怎麼比得贏？所以孫臏教他一個非常違反直覺的方法，就是不要追求每一場都要贏。他叫田忌拿自己的下等馬去對戰齊王的上等馬，故意輸掉第一場，這在戰術上叫做犧牲打。先放掉一局。沒錯。接着呢，拿自己的上等馬去對付齊王的中等馬，最後再拿中等馬去虐齊王的下等馬，最終2勝1負，贏得整場比賽的千金賭注。等一下，田忌賽馬的故事聽起來是很爽啊，但那是因為它有非常明確的3匹馬可以分類啊。現實的商業社會哪有這麼好切分？如果我今天是一家快要被對手逼到破產的科技公司，我的技術就是不如人。我連所謂的下等馬可能都沒有了，那我到底要怎麼避實擊虛？你這個挑戰提得非常好，那我們就來看一個現代商業中最經典的真實案例，也就是任天堂的 Wii。你可以回想一下，2000年代初期，當時微軟的 Xbox 還有新力的 PlayStation 正在進行一場非常血腥的硬體軍備競賽，大家都在拼什麼？拼誰的處理器最快，誰的畫質最頂級。這就是對手的實。對，那時候看誰的主機性能比較強嘛。沒錯，當時的任天堂在硬體技術上其實已經嚴重落後了。就像你剛剛說的，他們真的連一匹能打的馬都沒有了。如果任天堂的時候也跟着硬拼畫質，砸大錢去做處理器，大概早就破產倒閉了吧？完全正確。所以任天堂做了一個極度大膽的決定。他們徹底放棄了畫質還有運算能力的正面對決，他們避開了這個實，轉而把研發資源全部投入到低成本的體感互動技術上。他們不再去討好那些追求極致畫面的重度玩家了，反而主攻一個對手完全沒有防備的市場，那就是不常玩遊戲的老年人、家庭主婦還有小孩。哦，這就是對手的虛。完全正確。微軟和新力在乎的是每秒可以跑多少帧的精美畫面，但是任天堂呢？他們給了阿公阿嬤一個可以在客廳裡面輕鬆打網球的遙控器。結果大家都知道 ，Wii 創造了極其巨大的商業利潤，這就是最完美的避實擊虛。當你沒有馬可以跟人家比的時候，你就直接換一個賽道，發明一種新的比賽規則。哇，所以如果把這個邏輯套用到我自己身上，比如說，如果我天生就沒有什麼美感，做不出那種充滿酷炫動畫的精美 PPT， 這就是我的虛嘛。那我就不該每天熬夜在那邊死磕排版跟配色啊。我應該把我的數據分析能力，也就是我的實，練到神級的境界。然後在會議上，我就用我無懈可擊的底層邏輯跟數據洞察，去直接碾壓對手那種花俏但是內容空洞的簡報。這就是用我的天賦去創造不平等優勢，對不對？沒錯，沒錯，就是大方承認自己的弱項，把它當作田忌賽馬裡面的犧牲打，然後把你最強大的天賦像一把利刃一樣，精準地刺向對手完全沒有防備的盲區。我車溜都抖啊，真的。但是專家這裡又出現了一個非常致命的痛點，就是懂歸懂啦，但我這個人就是懶啊。我常常在年初定了超級完美的學習計劃，結果大概3天後吧就放棄了。要執行這些什麼先勝而後戰啊，或是避實擊虛，感覺都需要極大的意志力跟自律。難道這個世界上沒有那種不需要強大意志力也能輕輕鬆鬆贏的方法嗎？哈哈哈哈！聽到你這麼說，我覺得孫子在地下應該會覺得非常欣慰啊。為什麼？因為當你坦誠自己懶散、缺乏意志力的時候，你反而最貼近孫子的核心思想了。這正是《孫子兵法》最偉大也最被大家低估的地方，那就是孫子非常討厭挑戰人性。真的假的啦？古代的那些軍事家不是最愛講什麼軍紀如山，或是強調那種鐵血訓練的嗎？
那是別人的兵法。孫子在兵事篇裡面講得非常清楚，叫做求之於事，不責於人。意思就是說，你不要去逼迫你自己或是你的團隊去做那些反人性的事情，你要做的是創造一种勢。他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哦，就像是你把一顆圓形的石頭放在萬丈高山上面，你只要輕輕推它一下，順着斜坡走，它自己就會轟隆隆的往下滾，威力無窮。但反過來，如果你是在平地上面推這個石頭，你推到吐血，它也動不了幾步。可是等一下，現實生活中的事到底是什麼東西？難道說我老闆每天在辦公室逼我們加班，他在上面瘋狂發脾氣，這也是一種事嗎？因為他有權利啊。不对，那個就叫做平地推石頭，那是靠外力在強迫員工，只要一有機會，絕對會摸魚或者是直接離職。真正的事是去利用人類最本能的心理機制。我們來看一個現代的商業案例。日本有一家叫做有馬食堂的餐廳，他們原本發現餐飲業競爭實在是太激烈了，不管菜色再怎麼改進，服務生再怎麼努力站在門口拉客，生意就是起不来。這就是在平地上痛苦的推石頭。那他们後來怎麼辦？怎麼找到那個斜坡的？他們沒有去逼廚師加班研發新菜色，他們觀察到了人性的斜坡，那就是其實家庭消費的決策權往往掌握在小孩子的手上。於是他們就設計了非常可愛的紙質圍裙，只要小朋友來吃飯，就免費送給他們。哈，就只是一件紙圍裙，這能有多大的威力啊？這背後的心理機制非常強大哦。你想想看，小孩子對價格敏不敏感？根本不敏感嘛，他們只在乎那件可愛的圍裙，所以天天吵着家長要來拿。那家長呢？家長根本就無法拒絕自己孩子的苦苦哀求啊！所以有馬食堂非常巧妙地把決策權轉移給了這個對價格完全不敏感，而且父母又無法拒絕的群體。結果只為了一件成本極低的幾圍裙，全家大小就像是滾下山的石頭一樣，自發性的湧入食堂消費，這就叫做造勢。哇塞，這真的太聰明了吧？那在軍事上呢，有這種把敵人當成石頭在那邊滾的例子嗎？有啊，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孫辮，他在大破龐涓馬陵之戰裡面，就是求之於事的最高巔峰。孫辮非常了解龐涓這個人，他知道龐涓最大的弱點就是驕傲輕敵，這就是龐涓內心的斜坡。那孫辮是怎麼順着這個斜坡去推石頭的？孫辮故意每天去減少自己軍營裡面煮飯用的爐灶數量，第一天有10萬人份的爐灶，第二天剩5萬，到了第3天只剩下3萬。這在心理學上其實是給了龐涓一個巨大的錯誤暗示。龐涓一看，哈，大笑，他自己認定齊軍的士兵肯定都貪生怕死，全部逃跑了。哦，他中計了。對，龐涓完全被自己的傲慢給蒙蔽了。他甚至嫌步兵走得太慢，直接把大部隊丟在後頭，只帶着輕騎兵日夜狂飆去追擊。結果呢，一頭撞進了孫辮早就設好的狹窄埋伏圈裡面，萬箭齊發，龐涓最終只能兵敗自刎。你看看，孫辮根本就不需要跟龐涓的主力部隊去硬碰硬啊，他只是順着龐涓的人性弱點輕輕推了一把而已。哇，這聽完真的讓我起雞皮疙瘩。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概念現代化一下，這感覺就像是現在網絡平台的那個演算法嘛。與其我花大錢去買廣告，或者是我用意志力逼自己每天痛苦的在那邊打卡加班，也就是你說的平地推石頭，我真正該做的其實是去研究什麼樣的標籤、什麼樣的趨勢可以觸發平台的自然流量，或者去觀察公司裡面到底哪一個專案才是老闆現在最迫切需要的。只要我順着這個演算法，或者是老闆的事去走，搭上這班順風車，我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被推上熱門。完全正確，最高明的策略家永遠都是在設計機制，去利用人性，讓事情自動發生，而不是天天待在會議室裡面用考績去威脅員工。所以說，我們今天其實經歷了一個職場心態的超級大升級。一開始我們都以為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要贏就得去硬碰硬，
後來發現，其實應該先在新手村把實力歸到滿等，先確保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接着我們又發現，哎呀，資源根本就不夠用，所以我們得學會拿自己的弱點當作誘餌，用最強的優勢去打對方的盲區。到了最後，甚至是連推石頭都不用推了，直接去找人性的斜坡，去找演算法的紅利，順勢而為。你總結得非常非常好。不過呢，在我們今天這場探索的尾聲，我想要把我們討論的維度再稍微拉高一點，向你，也就是正在收聽的聽眾，拋出一個最震撼的最終思考。哦，竟然還有比順勢而為更高維度的境界嗎？其實我們今天聊了這麼多，都還停留在如何去贏。但你知道嗎？《孫子兵法》這整本詩的最高境界，其實只有4個字，叫做“不戰而屈人之兵”。不用打仗就能讓別人屈服，這在現實的商業競爭或是職場裡面，真的有可能做到嗎？絕對有可能。我們可以用賽局理論裡面的囚徒困境來思考一下。如果你跟你的對手陷入了死鬥，2個人互相背叛、互相削價競爭，最後的結果就是雙輸，大家一起滅亡。這其實就是現代職場中最常見的那種內捲消耗戰。但是在日本戰國時代，有一個非常動人的真實故事。被稱為軍神的上杉謙信，他有一個糾纏了一生的死對頭，叫做武田信玄。當時武田信玄的領地被其他諸侯聯合起來進行了非常嚴格的經濟封鎖，連一粒鹽都買不到，領地裡面的百姓可以說是苦不堪言。哇，這種時候，身為死對頭的上杉謙信，如果趁機出兵打過去，絕對能把武田家徹底消滅吧？這根本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啊！照理來說是這樣，沒錯。但是上杉謙信做了一個震驚天下的決定，他不但沒有出兵，反而派人送了整整3000包鹽過去，解救了武田家的百姓。這就是日本歷史上非常著名的贈鹽與敵。為什麼啊？他瘋了嗎？俗話說，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因為上杉謙信看透了戰爭的本質。戰爭或者是競爭，終究只是解決政治或是商業利益的一種手段，它絕對不應該是發洩情緒的目的。如果他趁虛而入，消滅了武田，不僅會讓自己損失慘重，還會結下世世代代的血海深仇，等於是把未來的路全部堵死了。上杉謙信很清楚，如果消滅對手會讓你付出極其慘痛的代價，甚至讓你陷入無休止的消耗戰，那你必須要有足夠的智慧去撬出這個死局。也就是說，與其互相毀滅，不如把敵人變成盟友，或者去創造一個大家都能夠活下去的新規則，跳出那個互相撕咬的泥淖。這確實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格局。沒錯，所以呢，當你明天一早走進辦公室，準備繼續投入那場仿佛沒有盡頭的消耗戰之前，不妨先停下來想一想，你現在面對的那個敵人，或是那個讓你痛苦不堪的困境，真的必須要拼個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嗎？這盤棋有沒有不戰而勝的解法？期待你能找到屬於你的雙贏策略。我們下次見。